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太阳能的逆变板，它的功能呢是把太阳能板的12伏，实际上呢是18伏的太阳能板存到我们的电池里。电池得到电压以后呢，经这个逆变板再把它生成220伏交流。那么首先我们今天看逆变部分，前端呢就是我们12伏的输入，然后呢我们给这个位置加一个开关信号，它就能够产生逆变电压。我们看非常的稳定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，首先这个位置的开关信号呢是控制这个三极管，这个是一个 PNP 型的三极管，这是一个 NPN 型的三极管。这个位置短路以后呢，就是把这个位置的信号接我们电源的正端，通过这个电阻送到这个 NPN 型三极管的基极，使它导通。它导通以后呢，使我们这个 PNP 型三极管的基极电压降低，从而使这个 PNP 型三极管的发射极向极电极导通。它的发射极是接我们电池的正极，然后呢，极电极接我们这个7805的输入端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低压电源。这个电源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是把我们这个12伏降压以后得到一个5伏，但是这个12伏呢还给我们这个驱动电路供电，这个5伏呢给我们这个单片机供电。这个单片机呢，它的作用呢是首先检测我们这前极输入的电压，当电压偏低的时候，就驱动我们这个蜂鸣器报警。同时呢，它会输出一对互补信号，这对互补信号呢来驱动我们这6个三极管，这是三极管 Y1 和 Y2，NPN 和 PNP 型的。首先，它通过引脚驱动前边的2个 NPN 型的三极管，再通过 NPN 型三极管驱动对管，然后呢再驱动我们这个功率的长管，这是一对功率长管。这个长管呢，它输出的电压来驱动我们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绕阻，这样呢在变压器的次级产生较变的电压，然后呢经这4个二极管整流后，再经这个滤波电容滤波得到逆变电压。这个电压是直流的，我们还要把它变成50赫兹交流。好，现在我们通上电了，我们可以量一下。我们首先给它打开，我们量一下这个输出电压，我们用1000伏档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值。刚才我是296伏，输出296伏的电压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电压调高一点，我们看看它是否有变化。我们看电压高的时候，它停了，它具有保护功能。我们再量一下它的交流输出电压值，186伏。由于我这个表多少有一点偏差，所以呢它应该是能达到200伏。但是呢它输出的是一个交流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输出波形。测量这个波形时，要把这个示波器开到最大的档位，然后呢我们可以测量它的电压输出。我们看它是一个50赫兹，峰值是600多伏，但是平均值呢是223伏。刚才我用万用表，那个万用表的电压值多少有点出入。我们看它是220伏，它这个宽度呢是随着前边的电压是有点变化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后边也是采用的单片机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逆变部分。我们知道 MCU 输出的是一组互补信号，也就是说上边为高，下边为低，下边为高的时候上边为低。同时这2个三极管基极接的是 10K 电阻上拉，后边的驱动三极管的基极接的是 2.4K 上拉。当下边为高，上边为低的时候，下管导通，上管截止。这时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我们的下管导通，上管截止。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
这个上管导通，下管截止。由于上管导通，所以这个位置为高电位。那么这个长管导通，这时12伏的方向是通过变压器的中心出头，然后上管的漏极、原极入地。当上边为高，下边为低的时候，我们下边这个管是导通的，上边管是截止的，电流方向是12伏，通过这个绕组，通过这个长管入地。如此往复循环呢，就在变压器初级产生交变的电流，在磁芯上产生交变的磁场，感应给后级，输出一组，这个是296伏直流，这个是13伏直流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